大家好，我是 Sophia。你有没有过这樣的时刻？深夜加完班，坐在車裡熄了火，四周靜的只能聽到自己的呼吸，看着後視鏡裡那張疲憊的臉，心裡有個聲音說：原來我已經到頂了。那不是崩潰，而是一種很深很深的無力感。最近我的一位聽友跟我聊起他的故事，他上班第8年了，他說剛入職那會真的渾身是勁，覺得自己就是那顆注定要發光的金子。為了那份優秀的考評，他錯過了孩子剛出生時抱在懷裡的喜悅，錯過了無數次和家人在一起的晚餐。他以為只要他足夠努力，晉升和高薪就會在前面等他。真正讓他清醒的是上個月的績效面談，主管在誇獎他表現不錯後補了一句：繼續保持。當他試探着問起未來的位置時，主管笑了笑說：再多積累一點，總會有機會的。那一刻，他突然明白，這間名為職場的餐廳座位已經滿了。那天回家，他沒有開車，在下班路上走了半小時，晚風吹過街道，吹動了他那件略顯鬆垮的西裝。他告訴我，那一刻他沒有難過，反而有一種輕鬆感，那種一直壓在肩膀上，想要證明給誰看的重擔，好像突然間就被風吹散了。如果你也正處在這樣的轉捩點，先點個讚，讓 Sophia 陪你一起度過這段迷茫期。很多男人以為成功就是高薪和頭銜，可你有沒有想過，你太太真正抱怨的從來不是你賺得少，而是你回家的時間太晚。孩子記住的也從來不是你是不是老闆，而是你有沒有陪他踢過球，講過故事。在公司，你可能是幾1%的可替代員工，但在家裡，你是一個父親，一個丈夫，一個有血有肉的自己。在我們的文化裡，好像平凡是一件很丟臉的事，可其實絕大多數的人窮盡一生都在對抗平庸，最後才發現能把普通的生活過好，已經是很大的本事。當你不再為了那個遙不可及的位子而焦慮，你才會發現身邊那些被你忽略掉的才是真實的人生。所以如果現在的你也覺得有些累了， Sophia 想給你幾個溫柔的小建議。首先，多抱抱老婆和孩子，今晚下班試着先抱抱他，哪怕只抱1分鐘。其次，多聽聽身體的聲音，少拼2場酒，換成周末帶家人散步，或者去樓下跑10分鐘。身體是每個人這輩子唯一的固定資產。最後，撿起自己的小愛好，哪怕只是睡前翻10頁書，或者周末摸一次球，彈一次吉他，或和家人郊外徒步。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別忘了給自己充電。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，男人的肩膀上扛着全家的安穩，要保持對新事物的敏銳和好奇。哪怕每天只花1個小時去研究一個新工具，或者鑽研一個新領域的門道，這不僅僅是學習，這是在為你和家人的未來積攢一份隨時可以轉身的底氣。記住，一個不斷進化的男人才是家庭最堅固的防線。我是 Sophia，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分享觸動了你，請按讚訂閱，並把它轉發給身邊那個同樣辛苦的兄弟。我會在這裡一直陪着你，我們下個視頻見。